嗨，大家好，这是根据美国2022年中国军力报告整理出的台湾海峡两岸军力的对比表。由图可见，从海陆空军各个方面，台湾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数量上，都与大陆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当然，这是由于双方不成比例的体量所导致的。不过，台湾在数量上的差距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导致战术上的劣势。至少在上一次9596台海危机时，除了二炮部队外，解放军在质上并无明显优势。那么，将近30年过去了。第四次台海危机也发生了，台湾整体军力在质上又发展的怎么样了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首先，海军，台湾现役共有4艘驱逐舰、22艘巡防舰、13艘巡逻舰、31艘导弹快艇、8艘猎雷舰、9艘两栖舰和各类辅助舰只9艘。其中4艘驱逐舰加22艘巡防舰，这26艘吨位在3000吨以上的舰艇被称为1级作战舰艇，为台湾水面舰艇的绝对主力。台湾最大的4艘驱逐舰就是吨位达到9000吨以上的基德级驱逐舰，从美国转让而来。基德级一共就建了这4艘，本来是在70年代被伊朗巴列维王朝量身设计的，算算也已经是40多年的老舰了。后来由于爆发伊斯兰革命和伊朗人质危机，美伊关系恶化，美军最终只能自用。尽管可以装备鱼叉反舰导弹，但毕竟不是宙斯盾舰。随着后来阿里伯克级驱逐舰的服役，这4艘也在1998年从美军退役。后续被台湾看中，在阿扁时期花了7亿多美元购得，最终于2005至2006年来到台湾，改称为基隆级，并将这4艘重新命名为基隆、苏澳、左营和马公舰。很明显，名字都取自台湾的地名，而相对而言，22艘巡防舰的名字则大多来自大陆。原因是这些军舰的服役时间绝大多数是在2000年之前，当时台独还刚开始萌芽，但并非主流。因此，命名军舰都选取与台湾并无直接关系的中国人名或地名，比如张骞、班超、康定、承德等等。这22艘巡防舰分别是10艘4100吨的成功级、6艘3600吨的康定级以及6艘4200吨的济阳级。10艘成功级前8艘购自美国佩里级的设计图纸自行建造，后2艘则是购买的美军退役舰只。而此次与解放军的长春舰在高雄外海对峙的，这是后来购得的成功级冯甲舰。尽管 052C 长春舰称不上解放军现役最先进的驱逐舰，上面还有 052D 和055，不过毕竟也是7000吨级的中华神盾舰。相比只有4100吨的冯甲号巡防舰来讲，双方的实力也的确有些悬殊。6艘康定级巡防舰，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购自法国的拉法耶级护卫舰，当时还引发了台湾史上最大的一次军购弊案。此次台海危机，台湾也派出了多艘康定级巡防舰，其中迪化舰就出现在了台湾防卫部门的梗图中。迪化也就是乌鲁木齐此前的旧称，而乌鲁木齐已被解放军命名为一艘 052D。 如果未来有机会两舰在海上遭遇，是不是有种李逵打李鬼的感觉呢？而且不止迪化舰，康定级里的 PFG 1203和1205分别被命名为西宁舰和昆明舰。无独有偶，这2座城市也同样被解放军命名为了 052D。不过名字虽然相同，但吨位却差了1倍之多。成功级和康定级尽管已经服役超过20年，但也算是台湾海军相对较新的舰只了，因为那6艘济阳级更老，服役已经超过了50年。济阳级购自美国的诺克斯级巡防舰，其中兰阳舰还在花莲和平电厂外海与解放军的南京舰进行了海上对峙，这也许是1949年以后国军舰艇最接近南京的一次。当然，没有最老，只有更老。济阳级还不是最老的，台湾海军还有4艘潜艇，分别是海龙、海虎、海狮和海豹。其中海龙、海虎为上世纪80年代由荷兰为其设计建造，而海狮、海豹则诞生在1943年的二战期间，距今已接近80年。这2艘老家伙竟然还能开动，也算个奇迹，应该可以拿下一个世界最长服役记录。为了替换海狮、海豹2个老古董，台湾决定自行建造潜艇。光学潜望镜、通信系统和声呐来自法国和西班牙，武器系统来自洛克希德马丁，潜航排水量被设计为2500吨。这一计划从2019年开始，厂房修建就用了1年半的时间，而从2021年11月开始安放龙骨，预计2023年就可以下水，用时也是1年多，速度可谓惊奇。至于究竟如何，我们明年拭目以待吧。除了潜艇，水面舰艇也建了新的，不过吨位都是不到1000吨的巡逻艇。最新建造的沱江级有2艘，分别是2015年服役的沱江舰和2021年服役的塔江舰。对位虽然只有600来吨，但却被命名为航母杀手。不过建造速度却很慢，解放军的航母都造了3艘了，这个航母杀手却只有2艘。
除此之外，还有11艘500吨的锦江级巡逻舰，其中最有名的自然就是2016年的 PGG-610金江号。在进行熊3飞弹系统检测时，误将熊3射了出去，结果命中了一艘渔船祥利升号，船长当场死亡。这是当时涉事官兵与家属见面的场景。举手的眼镜哥，这是触发错误按钮的当事人。相比于海军的国舰国造和潜舰国造，台湾空军这2年真的可以用乏善可陈来形容。与2年前我做的那期视频相比，除了服役了2架永鹰教练机和折损的若干 F-16 和 F-5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相反，海峡对岸，解放军的全新5代隐身舰载机歼35也已腾空而起，空警600、歼 15T、海之20这些全新航母的配套机型，随着003航母的下水也逐一到位。运油20也在这次台海军事行动中正式亮相。而台湾仍旧是上世纪90年代购买的150架 F-16，摔了10架还剩140架，还有幻影2054架以及 IDF 金国号129架。140架 F-16AB Block 20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陆续升级为 F-16V， 预计2023年全部升级完毕。而此前已经购买的66架全新 F-16CD Block 70也将在2023年开始交机。4架 MQ-9B 死神无人机最早的一架也要在2025年。如此看来，2023年将是台湾空军的一个大年，而未来台湾空军的战斗机主力仍将以 F-16担当大梁。而这些 F-16未来的对手将是解放军的歼20、歼35、歼16、歼11B、歼10、苏30和苏35等各类机型，数量和质量上仍处于绝对劣势。陆军方面，相比海军和空军，台湾陆军与解放军的差距也是最大的。陆军人数为海陆空军之最，常备志愿役约10万人，还有相当数量的所谓后备役。台湾自2018年起从征兵制转为完全募兵制，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再抓壮丁了。到达10的男性只需要进行4个月的军事训练就可以了，随后转为后备役。这就是台湾所谓数量庞大后备军人的由来。但这种后备役能打仗吗？能倒是能，但战斗力可想而知。4个月的军事训练也就比大陆大学生的军训强那么一点。也因此，台湾这个兵役政策自实行开始就一直饱受诟病。陆军除了兵员外，自然就是坦克了，主力仍然是上世纪90年代成军的460辆 M60A3和450辆 CM11勇虎式坦克，另外还有100辆由 M48A3 升级而来的 CM12， 不过由于太老，现在多数已经封存或仅用于训练。为求更新换代，台湾在瑞捷专案中向美国采购了108辆 M12 主战坦克，原本计划2022年交付首批18辆，不过延期了，2024年才能开始交付，预计2026年之后才能全部列装成军。军事装备是陆军比拼的一个方面，战斗意志同样重要。陆军登场作战已经是台湾失去制空和制海权之后的事了。到那时，4个月的训练役还有多少誓死抵抗的意志和决心，这里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海陆空军说完了，接下来弹道导弹。由于研制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相通，通常都在一个部门，例如中国的航天科技就既做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也做洲际弹道导弹。台湾也按照这个步骤进行，于是有了飞鼠1号。飞鼠1号2022年2月首次发射，当时一股白烟过后，火箭纹丝未动，着实让当场的民众大跌眼镜。之后由于土地使用问题和备受当地村民的质疑，飞鼠1号不得不选择海外发射。2021年正值澳洲莫里森政府与台湾交好，所以飞鼠的发射地点就从台湾转移到了澳洲的费尔半岛。2021年9月，飞鼠1号再次发射，这次比第一次有所进步。用晋升公司执行长陈延生自己的话说，飞鼠1号确实起飞了一下子，不过随后便立刻倒在了发射台右侧，一级火箭燃料箱在跌落时破裂而引发火灾，并焚毁了部分发射台。当地消防局紧急出动，才将大火扑灭。澳洲人被吓到了，相关部门随后经过谨慎研议后得出结论，永久暂停台湾飞鼠在澳洲的发射。飞鼠1号在台澳两地发射均告失败，着实为其前途蒙上一层阴影。不过台湾的晋升公司在21年底却悄悄地将飞鼠1号更名为了红隼1号，以谋求在澳洲的下一次发射。台湾在运载火箭和弹道导弹研制上备受波折，于是只能在防空和反导上寻求突破。台湾目前的防空体系主要由爱国者系列和自研的天弓系列组成。天弓飞弹用于取代美国的胜利女神和鹰式防空导弹，共经历了3个型号。弓1采用陆基机动发射，弓2为固定阵地的垂直发射，弓3同样具备机动发射车，并增加了反导能力。
最新的为天宫3增程型，作战范围200公里，射高70公里，速度7马赫。这样，天宫3和爱国者23就一起构成了台湾的反导体系。不过，反导作战永远是非对称的，通常1枚弹道导弹就要2至3枚爱国者导弹进行拦截。而解放军火箭军对台的主力弹道导弹就是东风11和东风15，数量少说也有1200枚以上。而台湾购买的爱国者导弹只有区500枚，显然天宫3短期内无法弥补这个巨大缺口。除此之外，这次对台演习展示的解放军最新远程火箭弹 PHL-191， 最大射程可达500公里，原概率误差在30米以内，已经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再加上采用钱学森弹道的东风17，这种非对称性只会越来越大。最后再补充一下，台湾当前装备的天宫3和爱国者反导导弹都是末段反导而非中段，也就是在弹头载入大气层后才能实施拦截。而本次台海演习发射的东风15，目标是在台湾东部海面的这片区域，飞越台北上空时正处于100公里以上的中段飞行。很多台媒都质疑为什么不发射爱国者导弹进行拦截，其实很简单，不是不想拦，而是够不到。以上就是对台湾海陆空军的阶段性总结。还是那句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台湾军队在上次台海危机时尚保有的志已经荡然无存，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解放军手中。至于未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完成统一，则需要海峡两岸共同的智慧了。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